欢迎大家收看《世界越来越撸》。今天这两天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由韩国媒体披露啊，台湾媒体一片静悄悄，让我非常不能够理解啊。台湾有一个保护台湾的，我们都用神山来形容台积电啊。那么我们知道现在是全世界晶片荒了，每个国家这个晶片荒的影响太大了，尤其是对于这个汽车工业。当然，这个讲到全世界的老大啊，这个美国向来啊，美国优先主义大家不例外啊，但是美国优先主义其实是一个比较好听的讲法，文言文的讲法哈，不好听的就是流氓主义嘛，基本上就是这样啊。什么事情哈，我要的话你们通通让开的概念。所以呢，韩国这个《经济日报》还有南韩先驱报的爆料，让大家惊呆了啊。就是说呢，为了这个解决晶片荒，所以呢，美国呢现在要强逼啊，像是台湾的台积电呐、南韩的三星电子啊等等，交出一些所谓的机密的数据啊。这个细节是什么呢？我先给大家说一下背景，稍后我们来请介老师谈一下他的看法。在9月23号哈，美国这个商务部长哈 Gina Raimondo 啊，他召开了一个全球半导体峰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这是视讯召开。参加的有谁呢？哦，都是全世界非常非常大的相关产业，三星啦、台积电啦、Intel 啦、苹果、微软啦、通用汽车啦、福特、BMW 等等哦，大家都是视讯出席。在这个现场呢，这个美国商务部长就告诉大家，很直白嘛，美国啊需要更多晶片，所以呢，供应链的资讯呢，我们必须要提高它的透明度，来找出瓶颈所在哈。这个翻译成白话文是什么呢？就说我们要晶片。交出来到底在哪里？我要看看到底在哪里，藏到哪里，就是这么简单哦。那现场媒体就问了一个问题哈，这个媒体也很厉害，我觉得这个媒体问得很不错。他说：“那如果不交会怎么样？”好，这位商务部长就说哈，必要时会祭出制裁，但我不认为会走到这一步啊。有必要的话，可以动用国防生产法，强迫交出数据。然后又讲了一句哈。我们的工具箱里面有很多工具，但是我们不希望走到那一步。然后说呢，高透明度才能够解决晶片荒。美国想借由这个方式找出呢，现在晶片荒到底谁手上还有库存？你们库存通通给我交出来啊！所以要交出的机密包括哪些呢？很多啊！库存有多少？你的良率是多少？你的销售记录？你的客户记录？天哪，驾驶，我要问你一下，能交吗？这对于企业来讲啊，是非常非常机密，因为你唯有这个，你才有议价能力嘛。你的库存如果公布的话，包括你的议价能力各方面，更不要说你的客户资料了。还有大家最担心的，我交给美国，难道不会流到美国其他企业的手上吗？我觉得这个只是美国要就是说主宰全球晶片供应的其中的一步而已，还有后面还有好多步了，所以现在这个还不是真正很多很致命的杀招，现在在收集资料阶段。那我觉得美国最后就变成整个晶片的供应我讲的是高端晶片基本上就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在决定，它的供应的方向、生产的量供给谁不供给谁，这个最后由美国人来决定。不是交给这些公司，三星啊，或者说是台积电啊，不是交给这些公司决定，最后的目的是美国政府完全掌控。那其实这个只是美国目前看起来对付这些海外的主要的这些高端晶片的代工厂的第二招。对，第一招出的是什么？叫他们到美国投资。对，设厂。你知道台积电今年初已经宣布了，是。投资120亿美元，在美国的 Arizona 的凤凰城设它的晶圆第21厂。对，这是美国史上最大的这个境外直接投资案之一啊，120亿啊，对，很大啊，5奈米的晶圆厂嘛，5奈米，对。但这个投资案，事实上我看到这个台湾很多专家就觉得纯粹从投资的角度来看，其实并不太合理因为它这个晶圆厂嘛但是这个晶圆厂我们看到呢，做完之后呢，它不是个封装厂，还要再运回台湾封装，然后再运回美国。从商业角度、从科技角度来看，都觉得并不合理。以台积电这样的这个精算师来讲呢，不认为如果是台积电的自我主张的话，恐怕
在这边有很多更好的一些选址地方，所以都认为是被美国强逼的，在当时有很多这方面的质疑啊。对，因为美国从川普总统的后期在做这个全球产业链的研究嘛，那最后到了川普集大成的时候，他们发觉，美国没有办法控制啊，美国对于海外晶片的供应依赖太深。对，这个是什么问题？这不是经济问题。这是国家安全问题，对，所以美国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切入全球晶片的供应链。第一个就是要确保高端晶片，所谓的7奈米以下的这些晶片美国要有足够的自制量、自产量。那可是他自己现在就是 Intel 不太争气，对，Intel 7奈米就失败了，是7奈米，他现在委托台积电在给他代工啊，那就是因为美国现在有这个国安角度来说，要建立自己的晶片供应制造，在本土制造，不是外来的，那就变成 Intel 也拐了200亿啊，Intel 马上就说我要设厂，我要设2个厂，200亿，这里面多少钱是美国政府给的啦。不过我们台积电扎扎实实拿了120亿跑到美国去投资，你不去不行啊，因为当时我们蔡英文政府帮着美国政府站在美国政府的那边啊，叫台积电去啊。那当然台积电不去也没有什么选择了。对，但季老师，我觉得那时候的强度跟现在的强度又不太一样当时你毕竟是去设厂嘛，设厂你虽然大笔投资，但是你毕竟还是有产出，这个利润还是会回归到你这个企业的本身但这次我们看到是直接叫你交出企业的机密每一个企业都有它的机密。我不要讲什么，我们中间新闻来讲好了，以前这个收视率啊等等收视率的运算还有包括我们的这个业务能力啊，我们的客户端啊等等，当然也都是我们的这个营运机密嘛。每个企业有自己的营运机密，才能够确保在竞争上立于不败之地啊。更何况这些这个高科技产业，他们的竞争是极其，我就说非常非常激烈的，所以这个过程就。你知道这么直接的说，你给我交出来，所以你知道网友炸了锅。我看到网友说什么，果然是美帝呀，国际大流氓对。还有网友说，我们是不是抱错大腿了？我们早就应该采取对策了啦。那现在以台积电，它对于所谓的晶片制造机器的依赖，以及它这些主要是晶片制造机器，这还有一些主要技术来源倒不是完全因为市场因素被美国控制，所以它基本上它能够反抗的力度是有限的。也就是说，你今天台积电投资120亿设的工厂里面，可能大部分的机械制造机械都是美国的。虽然那个光刻机光刻机是荷兰造的，可是荷兰的造这个光刻机很有趣它的极紫外光是美国的技术。它的那个镜头是德国的技术，它那个光刻胶化学产品是日本的技术，所以关键技术是世界合起来，可是美国可以控制。所以今天台积电面临一个，就跟张忠谋大概1年前多讲的，他说台积电不可避免的一定会卷入地缘政治的纠纷里面。所以现在就美国来讲，我说是一个国安问题，那没得说了，他要把你资料掌控以后他以后要怎么样？他要控制你台积电，你卖给谁？我现在要知道你都卖给谁。他现在最怕你偷卖什么？偷卖一些这些高阶晶片给大陆。那或者因为三星在这个大陆也有厂，所以他现在要控制你产品的流向。那么控制你产品的流向以后，将来由美国国防部或者美国商业部来决定。你可以跟谁做生意？你这个可以卖给谁？你那不能卖给谁？他现在是收集资料了。我觉得这只是一个下一步的一个准备性动作。那收集资料以后，下一步他就要怎么样？他就要当家做主了。他才不管你台积电是谁的了，三星是谁的，我美国今天就是要当家做主。那为了什么？为了我美国的国家安全。你们这个掌握了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科技产品的话，你就得听我的，不听不行。你如果不听的话，你就是下一个华为。美国做得出来了，因为多少高科技世界各国高科技的这些主管络绎于途赴美国干嘛？去美国做监牢这题我们稍后会再谈我们主要是锁定一下这个。
台积电，因为我们看到这个一般的企业不一样啦。我觉得台湾人对于这个台积电有特别的一个情感啊。从这个早年，我们看到最早这个很多的留美的科技人才回来啊，在台湾把这个大山一座一座的建立起来。那台积电呢，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觉得在很多事情上，它扮演一个极度关键的一个角色。包括它也让我们台湾人呢，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骄傲啊，走路有风，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台积电，所以台积电在台湾已经变成了一种，我觉得一种代名词，就是台湾的共同价值，台湾的骄傲。特别是这家企业的文化也很特别哦，它总是怎么讲，非常专注在它的本业当中啊，然后它呢从来不卷入任何的政治，任何的口水，包括你看到它的公布的少数的讯息当中，它的接班人的这个栽培方式啊，它的治理方式。他的管理能力等等，我觉得都是让大家无可挑剔啊。所以也因此，他有如此这个严谨的这个程序，还有他有强大的自律能力。比方说今年呢，他背着台湾的政府逼着要去买疫苗，大家都觉得他是被逼的。但是台积电呢，从头到尾几乎是保持沉默的。对。哦，但他就是配合嘛，配合，然后把这个事情也做得很妥善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没有什么呼天抢地啊，或者什么不满啊，或者是说邀功啊，完全没有。这家企业在企业文化上是极其低调的。那过去是这个张忠谋领导，张忠谋现在当然交棒给这个刘德英了。事实上，在4月24号，拜登也召开了一场视讯会议，在在白宫。那这视讯会议是半导体跟供应链执行长的高峰会啊，也就是所有的大咖都来了。那么在这个高峰会之后呢，当时台积电的董事长刘德英就讲了一句话了，他说：“我们的美国产能确实会回应拜登的期待啊。”大家就知道了啊。所以这个美国厂呢，就是为这个美国而建立的。当然，从目前的持股占比来看啊，这个台积电的这个持股很多啦，这个外资可以说是台积电名义上的老板，因为全球的外资 ETF 啊，美国的这个散户啊 ADR 等等占比很大。那么在台湾呢，它有一些官股的成分，台湾国发会的退休金啊，有很大一部分投在这里。另外呢，它还有这个80万的这个台湾散户，还有这个国内的法人等等，这部分大概占了1/4左右。在台湾的这个台积电啊，只要你手上有一张台积电的股票，大家会非常非常的羡慕你啊。所以现在感觉上，你知道，好像有一种这种台积电被欺负的概念，我觉得这点台湾人很难忍受。光从情感上来看，其实我觉得用欺负还是比较客气，会被吃掉啊。美国现在是要把台积电吃掉啊。不过我觉得台积电还反应蛮快的。台积电最近在台湾投资非常的大。对。南科最近高雄这个路竹那边地价也大涨，也是因为台积电的设厂的关系。台积在在这个南科的18厂哈，它生产5奈米，已经量产了，然后接着要做3奈米，所以它不但在精进。那在美国现在是生产5奈米，可是3奈米在台湾，在南科。另外，台积电已经宣布了，它要在竹科原有的厂在做什么呢？在生产2奈米。所以台积电它这个科技技术不断的精进它还是把尖端放在台湾，很了不起。那它为了全球化布局，在大陆的南京厂去年也宣布，今年初吧，那么增资29亿美金，那主要生产28奈米的，28奈米的。所以台积电现在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布局，可是它被美国去的话，事实上是被逼去的。对。那可是呢，现在的民进党政府也很不争气。我不是说他跟着美国一起逼台积电去美国了，而是说台积电在台湾这么多投资，对不对？从竹科到中科到南科，再往高雄走，你看看台湾能用的、能投资地方，他都带去。他带去不是一个厂，是一个群聚。对。那整个群聚的效应多大？可是呢？我们这个民进党政府用什么来回报这个台积电呢？缺水、缺电、缺地。以前台湾尤其李国鼎他们孙运璇时代，怎么会缺这3样东西呢？当初台积电既有今天，我们绝对不能忘记张忠谋。张忠谋跟台湾没有关系啊。对。他是在大陆完成高中教育以后，就直接到美国去念大学的。这些这个孙运璇他们为国举才
到处打听，就打听到硬是把他请回来台湾，然后给他最好的环境，最后设立一个公司让他来主导，就是台积电。没有张忠谋，就没有今天的台积电。可是没有李国鼎，没有孙运璇，也没有今天的张忠谋，也没有。所以千里马要遇到伯乐。可是我们现在台积电的这个千里马呢，碰到什么呢？不但没有伯乐，还天天怎么绊马索绊他，就是这个民进党怎么缺水、缺电、缺工，能源供应台湾本来是非常有计划的，搞到现在缺电、水，民进党执政每一项执政从来不做任何基础建设，台湾这么多水库。通通是国民党时代，一个一个从南到北，一个从石门水库到这个曾文水库，我们台北的这个翡翠水库，哪一个不是国民党主政时候修的？这些现在都发挥重要性。民进党只会搞政治，所以今天台积电在台湾，真的我觉得是非常对得起台湾这块土地跟人民。你看，美国逼他去5奈米，他挣扎了很久，结果蔡英文也在后面推，那只好去了。然后日本人说了，日本的工业新闻说，台积电去美国这个设厂它的成本比台湾高多少？你知道？比在台湾设这个整个生产成本高6倍。所以你说正常情况，台积化怎么会去美国投资嘛？是啊，是啊。对，那另外一方面，台积电在台湾，你看所有的高端晶片，就7奈米以下、7奈米、5奈米、4奈米、3奈米、2奈米，基本上都放在台湾。而且它一步一步往前走，把它的竞争者都抛在后面。台积电做这个晶圆代工在今年它在全球的占比55%也就是今天如果台积电有点哪天停电生产出点状况的话，全世界震动。这个是一个。对，所以就是台积电打喷嚏，全世界要感冒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影响有多大呢？当然，根据彭博社的报道要这些企业把这个机密交出来，客户资料等等，多数的企业不愿回应。我想现在很多企业可能应该在召开高层紧急会议你不可能不回应了，但是要回应到什么样的程度你回应不让美国满意，美国可能会接下来手段更加强硬，或是更加粗暴，这些是大家要考虑到的后果之一。那么韩国的现在有很多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单位已经表示，美国这样的要求呢，确实会导致全球市场的剧烈的波动，跟给企业的一个很大难题，会把这些企业呢，严格上精准讲起来，应该是把美国以外的企业啦逼到墙角去所以我们的台积电要如何因应？导致我看到这个国民党前主席江启臣拿这个话题去询问我们的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王美花就给了一个不痛不痒的答案，意思就是说呢，这要看每个企业个人的考虑看法等等，每个企业有自己的想法，他们将来是不是就讲了一大堆不关痛痒的话，这个话呢让很多人非常非常的生气我们也看看这个我们的邻居南韩会怎么做这件事情呢？我觉得还有的观察，接下来会不会有些企业不愿意配合，遭到什么样粗暴无理、流氓级的对待呢？我们持续看下去。